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极具魅力且意义非凡的书《象棋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恩茨威格，他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茨威格的作品总是能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挖掘出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和最复杂的思想。而象棋的故事便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本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象棋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在极端困境下的精神挣扎与坚韧。它能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洗礼。它就像一把钥匙，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对人性、对自由、对智慧认知的新大门。当我们随着书中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时，我们不禁会思考，在面对孤独、压迫和绝望时，我们是否也能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就像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一生酷爱象棋，在紧张的科研之余，象棋成为了他放松身心、激发思维的工具。在他的眼中，象棋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更是一种模拟宇宙奥秘的智慧象征。那么，象棋的故事又将以怎样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象棋与人生的奇妙联系呢？孤独的囚禁与心灵的挣扎。象棋的故事讲述了在二战期间，一位名叫毕博士的奥地利律师被纳粹分子囚禁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在这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没有任何书籍、报纸，没有任何可以与外界交流的工具，只有无尽的孤独和寂寞陪伴着他。为了保持自己精神的清醒和理智，他偶然得到了一本象棋棋谱，从此便开始了与自己对弈的疯狂旅程。这种孤独的囚禁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最残酷的折磨之一。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类是社会性动物，长期的孤独和隔离会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幻觉等。毕博士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神处于极度的不稳定状态。而象棋这项看似简单的智力游戏，成为了他与外界、与自我沟通的桥梁。棋盘上的每一个棋子，每一步走法都成为了他思维活动的载体，帮助他构建起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象棋的规则和逻辑成为了他混乱思绪中的秩序，让他能够在精神上暂时逃离囚禁的牢笼。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一种在困境中自我救赎的方法。当我们面对孤独和困境时，寻找一个能够让我们专注、投入的事物至关重要。比如，在疫情期间，很多人被隔离在家，感到无比的焦虑和压抑。但有些人通过学习新的技能，如绘画、写作、编程等，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就像毕博士一样，这些新的棋谱成为了我们心灵的避风港，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时光。它让我们明白，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意志，找到那一丝光明。书中有一段对毕博士在囚禁状态下心理状态的描写，他觉得自己好像被关在一个上了锁的箱子里，在大洋的大海上漂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得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附，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指明方向。这种对孤独的深刻刻画，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狭小的房间，感受到毕博士内心的恐惧和无助。但也正是这种困境，凸显了象棋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意义。象棋世界的奇妙与智慧的博弈。在毕博士与自己对弈的过程中，他逐渐深入到象棋的奇妙世界。象棋的每个棋子都有其独特的走法和作用，棋盘上的局势瞬息万变，每一局棋都是一场智慧的博弈，需要玩家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果断的决策能力。毕博士在不断的对弈中，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象棋水平，更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象棋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智力活动，它将复杂的战争策略、人类思维逻辑等元素浓缩在了一个小小的棋盘上。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象棋对弈是一种典型的非合作博弈，玩家需要在有限的资源和规则下，尽可能的争取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概率论、心理学、逻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玩家需要考虑对手的每一步走法，分析各种可能的局势变化，并制定相应的策略。这种复杂的思维过程，就像是一场头脑风暴，锻炼着玩家的思维能力。我们可以从象棋中学习到很多实用的思维技巧，例如，在决策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象棋的思维方式。首先，要全面的分析当前的情况，就像在象棋开局时分析棋盘上的棋子布局一样。其次，要考虑各种可能的方案和后果，类似于象棋中预测对手的下一步走法。最后，要果断的做出决策，并随时准备根据局势的变化进行调整。在生活中，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问题，做出明智的选择。书中描绘象棋对弈的场景时写道，棋盘上，两军对垒，战火纷飞，每一个棋子都像是战场上的勇士，在棋手的指挥下冲锋陷阵。这种生动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象棋世界的紧张与刺激，也让我们意识到，
在这场智慧的博弈中，蕴含着无尽的魅力和价值。3. 精神救赎与自我超越。随着毕博士对象棋的深入研究，他逐渐从对弈中找到了精神救赎的途径。他不再是被囚禁的囚犯，而是一个在象棋世界中自由驰骋的战士。象棋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帮助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在被释放后，他依然保持着对象棋的热爱，并将其视为一种精神寄托。通过象棋，他实现了自我超越，从一个被压迫的受害者，成长为一个坚韧不拔的智者。精神救赎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过程，在毕博士的故事中，象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象棋为毕博士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在对弈中，他能够体验到胜利的喜悦、失败的教训以及思考的乐趣。这些情感体验帮助他重建了自我价值感，让他相信自己依然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象棋也成为了他与过去苦难经历和解的媒介。通过对弈，他能够将内心的痛苦和愤怒转化为对棋局的专注和思考，从而在精神上得到解脱。我们可以从毕博士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救赎之路。无论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磨难，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实现自我超越。例如，运动员在受伤后，通过艰苦的康复训练，重新站上赛场；艺术家在创作遇到瓶颈时，通过旅行、阅读等方式寻找灵感，最终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象棋教会我们的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种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信念。它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就一定能够找到那条通往光明的道路。在毕博士的故事结尾，他说道：“象棋是我在黑暗中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它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象棋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也让我们明白，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需要这样一根救命稻草，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实现自我超越。4. 象棋与人生的哲学思考。象棋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象棋与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棋盘上的每一步走法都像是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而每一局棋的胜负则像是人生中的得失。通过对象棋的思考，我们可以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象棋是一种对人生的模拟。棋盘上的规则和秩序，就像是社会中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玩家在棋盘上的决策和行动，就像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实践。在象棋中，有弃子争先的策略，这体现了在人生中，有时候我们需要放弃一些东西，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同时，象棋也强调了全局观念，玩家不能只关注单个棋子的得失，而要着眼于整个棋局。至于人生中我们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有着相似之处，这种象棋与人生的哲学思考，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在面对人生选择时，我们可以借鉴象棋的思维方式。例如，在选择职业时，我们要考虑自己的长远发展，而不能只看重眼前的利益。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要注重团队合作，就像在象棋中，车、马、炮等棋子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通过这种思考，我们可以培养出一种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书中有一段关于象棋与人生的感悟：人生就像一局棋，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和挑战。我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得失，而要放眼全局，思考着如何在这场人生的博弈中取得胜利。这种观点让我们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们意识到，象棋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象棋的故事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智慧与情感的世界。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极端困境下人类精神的坚韧与伟大，也让我们领略了象棋作为一项智力活动的无穷魅力。通过这本书，我们学到了在困境中自我救赎的方法，领悟了象棋与人生的哲学思考。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阅读这本书，去感受毕博士在棋盘上的挣扎与奋斗，去思考象棋背后的深刻内涵，并且我希望大家能够将书中所传达的精神运用到生活中。无论你身处何种困境，都要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寻找属于自己的象棋，开启一段自我救赎与超越的旅程。生活就像一局棋，我们都是棋手，让我们拿起棋子，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让我们行动起来，去阅读象棋的故事，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去汲取其中的智慧。相信我，这本书将会成为你人生旅程中一位忠实的伙伴，陪伴你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激励你不断前行。